各位天师事业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师国际商学院。那么听到今天这堂课的我们的朋友，应该已经是我们天师事业的合作伙伴。那么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和了解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天师事业这个事业机会创业的巨大优势与未来。我们已经加入了天师事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加入这个生意以后的第一堂必修课，我们称之为业务第一课。那么我们发现加入这个事业的很多的成功者，在那个成功的舞台上，我们发现这些成功者他们都很普通有的人可能在加入这个事业之前就已经是大学教授或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还有的更多的是他们原本就是一个平凡的打工人，或者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甚至还有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那么我还见过很多的聋哑人的团队，他们都在这个平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去研究，发现在这个事业平台上的成功跟我们有没有特殊的实力背景，有没有很高的学历，或者是有没有很多的钱都没有关系。在这个事业平台上，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取得成功。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些成功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清晰的理想与目标。所以说我们说清晰的理想与目标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今天我们要去买一张机票，我们在卖机票的窗口跟售票员说，给我来一张2000块钱的机票。这个时候售票员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您要去哪里？您回答他，别管我去哪里，给我一张2000块钱的机票就行。你发现对方是没有办法把这张机票卖给您的。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是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帮到你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一生要去哪里。但是往往我们在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都先问的是我们怎么做。其实在我们想清楚怎么做的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我们要去哪里。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去把控。那么这不单是这个事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目标和道理。当我们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它比喻成汽车和汽油的关系。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富强，我们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要比过去几十年要好得多，那么我们的硬件也越来越好。那么就好比您有一辆劳斯莱斯的汽车，那么这辆劳斯莱斯的汽车它能开吗？它不能。那么怎么才能把这辆汽车开起来呢？就需要我们给这辆劳斯莱斯的汽车加满油。那么我们曾经看到很多的人每天都在讲自己的梦想，但是就是没有行动。那为什么没有行动呢？可能他就是缺少梦想的汽油。就像一辆劳斯莱斯，如果梦想就是这里边的汽油，没有汽油的话，这个人是动不起来的。那么当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大的梦想。我们去问自己的孩子说，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他一定会很开心的跟你说，我长大以后要当医生，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消防员，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飞行员等等，很多的梦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梦想就越来越小。当我们到30岁、40岁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想不起来我们曾经的梦想是什么。如果我们随机去采访一个成年人，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上来。我们甚至都记不起来我们小时候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人在偷走我们的梦想。那么在一个课堂上老师问小朋友你们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呀？小朋友很开心的回答我们长大以后要当医生、当律师，甚至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当总统。然后问到最后一名女生的时候，这位小女孩说，老师，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呢，我能拥有一个农场，在农场里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庄园，到处开满了鲜花。那么礼拜天的时候呢，老师就能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庄园里头，我们一起来露营，一起来开烧烤的晚会。那么老师就说，你这算是什么梦想啊？又过了很多年，一个星期天，这位老师呢带着另外的一批小朋友去野营。那么傍晚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的农场主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庄园里头去招待他们去露营，招待他们去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烧烤的晚会。在这个烧烤结束的时候，这位农场主走到老师的跟前说：“老师，您还记得吗？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我想说的是，故事里的这位女孩是幸运的，她坚持了自己的梦想。但是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每天都有人偷走我们的梦想，就像故事里的女生，甚至一开始我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击碎了。那么小时候，我们说我要当一名文学家，大人会告诉你，你还是先把你的作业写完吧，当什么文学家？其实就是这么一句不经意的话，就把我们当文学家的梦想给击碎了。当我们毕业以后，第一天上班，我们准备大展宏图，我们买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并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上：我从今天开始要好好工作，我未来的3年我要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和梦想。于是呢，我们就每天早早的来到公司，积极的去打扫卫生，跟所有人都搞好关系，工作也非常的积极。但是呢，在你的旁边有一位老员工，这是一位即将要退休的老同事，他坐在那说：“你是新来的吧？一看你就是新来的，不着急，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我告诉你，别想得太多，看眼前的，别想将来。”于是，这个刚加入这个企业的新的员工的梦想又被击碎了。其实，从小有很多的场景就在不断的磨灭、击碎和偷走我们的梦想。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样的话：“你行吗？你不行，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那样吧。”我们每天都在被别人偷走你的梦想。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梦想就变得越来越小。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想不起来小时候我们说过的那句话。当我们没有梦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梦想越来越小，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就越来越差。那么科学家呢，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进了一只跳蚤，发现这只跳蚤呢立即轻易地跳了出来。那么再重复几遍，结果还是一样的。根据测试呢，跳蚤跳跃的高度呢是它身体的400倍左右，所以说跳蚤可以称得上是动物界的跳高冠军。那么接下来的实验是，实验者把这只跳蚤放进杯子里，不过这次呢，立即在杯子上放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盖子。那么跳蚤往起一跳，它就重重地撞在了玻璃盖上。那么跳蚤撞到玻璃盖上，当然会感觉到疼。所以说呢，等它下次再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要比这个玻璃盖跳得稍微低一些。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盖子再往下移一点。跳蚤呢越跳越低，越跳越低。终于跳蚤呢不再跳了。当我们把这个玻璃盖子抽走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我们发现动物界的世界跳高冠军跳蚤呢，它已经不会跳了，它变成了一只可悲的爬蚤。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护好别人的梦想，我们也要找回自己的梦想。那么今天我们从事这个事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你找回你过去的梦想。只要有梦想，我们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好；只要有梦想，这个社会也会越来越好；只要有梦想，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好；只要有梦想，我们人类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当你找到你的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会变得更有目标，更有方向。在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难险阻，我们也会遭到很多人的拒绝。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遭到别人的拒绝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就会有无穷的动力。有一次呢，一个父亲呢带着他的孩子去商店里去，因为这位父亲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那么在商店里头呢，孩子就看到在商店里的橱窗里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汽车模型，于是呢孩子就站在这个橱窗面前盯着这辆汽车看。那么这位父亲呢在后面的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孩子是想要这辆模型汽车了，但是看看上面的价位，在
掂量一下自己钱包里的钱，于是就上去呢拉着孩子走开了。那么孩子也没有说什么，摇摇头就走了。那么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呢，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在经过一家电影院的时候，就发现电影院的门口呢停了一辆很崭新的漂亮的跑车。于是这个孩子呢就跑过去摸这个跑车，因为孩子很喜欢车。当孩子在摸这个车的时候呢，父亲跟他说：“别摸它，你摸坏了我们赔不起。”那孩子还是摸完了，他跟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爸爸别伤心，等长大了我买真的车给你。”这位父亲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我居然买不起一辆模型车给我的孩子，而我的孩子却要在长大以后买一辆真的车给我。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真实的一些故事。那么很多父母经常给自己的孩子讲：“哎呀，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你要好好学呀。”其实你会发现，人没有不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在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还是6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只要你有梦想，你都能做出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呢说我有梦想，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梦想都是飘的今天是这个梦想，明天又是那个梦想，那么后天又是另外一个梦想。其实呢什么叫做梦想？梦想不是简单的需求，那么梦想呢必须要符合3大条件。那么梦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梦想要巨大。那么我在过去的培训中呢，我经常的会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生意？那么很多人就回答我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健康。那么我们再继续问下去，您想在这个生意中赚到多少钱？这个时候的答案就五花八门了。有的人说我要赚100万有的人说我只是想赚一些零花钱。那么关于健康这个答案就更多。有的人可能只是想解决我身体上的某一个小的问题解决一下自己高血压的问题，还是解决一下自己这个体重超标的问题有的人呢还想解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还想让自己家里人呢更健康。所以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加入这个生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见了。那么离开的原因呢也五花八门，可能是在跟朋友介绍这个生意的时候被拒绝了，有的可能只是不喜欢我们在会场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只是有人多看了他一眼他就离开了。那么为什么在加入的时候信誓旦旦，离开的时候又这么义无反顾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梦想太小。比如那个说1个月我只是想赚1-2千块钱零花钱的这个人，那么他在生意中呢常常会被拒绝，甚至还会遭遇到被质疑的目光。那么被拒绝的多了，他就会想，犯得着吗？我赚这点钱。那个被别人瞪了一眼就离开的也是这么想凭什么呢？就赚这点钱，我犯得着吗？那么如果我们的梦想很大，那么为了那个很大的梦想，我们就会采取很大的行动。可能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梦想的时候，被3个人拒绝，我们就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目标的时候，很大的梦想的时候，我们即使遭到更多的拒绝，我们也是会做下去。我们说，当我们的梦想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就小了；当我们的困难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梦想太小了，因为大梦想才会带来大的行动。那么第2个条件就是梦想要具体。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请把你的梦想写下来每个人拿个本子，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自己的梦想。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上面写道：我想要一所大房子，我想要一辆汽车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在镜头前在观看这段视频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过同样的梦想？我想一定也有人是这么想的。梦想是有，但是想要房子，这个房子是您老家村里的农村里的那个自己盖的一所房子，还是在你们的县城的中心有一套房子，还是在我们省城的 CBD 就我们的城市中心，还是在我们的一线城市北上广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您的这套房子是多大？是一套60、70平方能够勉强住下一家3口的房子，还是我们一个舒舒服服的160、70、150、60的一个大套房？或者是呢，我想住的是一套超过300平米以上的大别墅？那么我们的车子说起车子呢，自行车也叫车子，一辆2手的车子还是车子，还是我们想要买那个最新款的符合了最新科技的豪华的奔驰车？其实奔驰车它也是不一样的，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全是奔驰。那么我们想要的车子是哪一个？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阿姨，她应该70多岁了。那么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老师跟她讲你要讲 OPP， 她说我不讲我怕什么呢？我怕别人这个说我怕别人对我评议论你什么事情都让我干我都能干，但是你就是别让我去讲 OPP。 后来呢，突然间呢，就有一次在一次聚会之后呢，他在楼道里等到了他的老师，他就问他的老师 OPP 怎么讲。他说我一定要讲。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位阿姨呢就开始拼命的工作。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跟老师说，老师我没告诉你，我有一个最小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有脊柱瘤，现在40多岁了。他一直把这个孩子呢拉扯到了40多岁，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下半身已经瘫痪了。在前几天回家的路上，他发现门被反锁上了，他从门缝里看进去，看到孩子在轮椅上拿着2瓶毒药，他就拼命的把门砸开跑了进去。孩子拿着毒药说，妈妈，我实在是不想活了，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要比我走得早，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那我还不如我先走了。他在那一刹那跪下了，对孩子说，孩子，我们这么多年都一起走过来了，你为什么就想不开了呢？于是呢，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这个手术只剩下3年的时间，而且必须要做手术，如果不做的话，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而这个手术必须要去美国做，那么费用呢，大概需要100万人民币。所以说从那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3年怎么赚到100万？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从他1天开始，这位阿姨就拼命的工作。3年过后，她真的送了孩子去美国。一个70岁的老太太，在她很清晰的知道3年内她需要什么的时候，她所有的能量都能爆发出来。这就是梦想和目标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说目标必须要具体。很多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去问一个人，你想要什么宝马汽车，豪华的名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未来1年或者未来2年的东西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甚至要把这辆汽车的照片去贴在我们的床头，贴在我们的客厅，贴在我们的厕所，每天去看。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视觉就永远的把这个我们的梦想的这个形象呢，就映入到我们的脑子里，我们就很清晰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那么第3个条件梦想的第3个条件就是梦想要紧迫。有些朋友说这个梦想要巨大，我能理解这个梦想要具体，我也能理解。这个梦想要紧迫，什么叫紧迫呢？我们再一起回想一下，那么刚加入这个事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过以下的承诺？我要买一套大房子，是因为父母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我想让他晚年更幸福一些。我为什么买一辆车子是因为我们曾经告诉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爱人，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或者我们是不是还跟自己的孩子说过想要他上一所更好的学校？我想呢，大家一定都做过类似的承诺。但是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实现这个承诺呢？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兑现这个承诺呢？我们的父母
在一天天老去。难道我们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那一刻吗？我们的另一半曾经对我们承诺充满了期待啊，当你跟他说啊，我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双眼是散发的一种别样的光彩。但是你曾几何时，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眼神里头一天天写满了失望？那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一不留神他们的大学都毕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找到一所有能力让他上一所好的小学、好的中学，还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呢，这就是目标的紧迫感目标的紧迫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心中那个最在乎的人，他们没有时间等到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去兑现我们的承诺，他们也没有时间等几十年、等一辈子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很多人20岁的时候就开始找机会，找到30岁还没有找到，又找到40岁，40岁还没有找到，找到70岁还在找机会。其实紧迫就是告诉我们自己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刚才讲到了梦想，是不是有了梦想就能成功呢？其实有了梦想不一定能成功。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你怎么才能成功呢？梦想和成功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请记住，当你把梦想加上了时间，它就变成了一个目标。有人想赚100万，要一辆汽车，从20岁开始就嚷嚷，到了80岁还在嚷我要赚100万，因为他没有给他的梦想加上时间。如果想要获得一辆汽车，我们加上一个时间，是1年还是2年？在1年当中得到的这辆宝马汽车，那么这就变成了1年获得宝马汽车就是一个目标。我要在3年的时间赚到100万，这就变成了3年赚100万，这就成了一个目标。梦想呢，也容易变成空想，而是只有把梦想加上时间，变成一种目标，你才可以工作。人不是活在梦里的，人是活在目标里的。一个女士横渡英吉利海峡，这是她的一个梦想。在她的有生之年，她想要横渡英吉利海峡。那一次她终于有机会去实现她的愿望。她于是呢就下水往英吉利海峡去游。但是呢，当她游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呢海上起了大雾。那么起了大雾的时候，她还是在拼命的游，越游越累，越游越累，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于是呢就上了救生船。但是当他上了救生船以后，才发现他其实离岸边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了。他突然就哭了，他说我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我还能看到对岸的话，我能看到一盏灯光的话，我一定能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那么我们在高速路上开车，如果起了大雾，我们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定是踩刹车，我们绝对不会去干什么加油门。所以说呢，记得目标要比梦想更重要。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目标，当你有了目标以后，我们再把目标拆开来，3年我要获得一辆车，3年我要达到一个愿望，把这个目标3年拆开就变成了计划。我第1年要做什么，第2年要做什么，第3年要做什么，或者在第1年的第1个月要做什么，第1个季度要做什么。如果把你的目标拆得越细，那么说明你的计划就越细。所以说，梦想加上时间就等于目标，把目标拆开了就变成了计划，而把计划加上行动就等于成功。当我们加入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人生的规划。你可能为自己最爱的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人生来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不管你从事什么样子的行业，你必须要清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很清晰的知道你的目标是在这3年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再把它拆开，在每一个阶段当中要做到什么级别，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再去采取大量的行动。这样的话，可能3年或者5年之后，
我们就会站在成功的舞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了梦想不一定成功，但是没有梦想的就一定不会成功。梦想加上时间就能成为目标。人生不是活在梦里，而是活在目标里。目标比梦想更重要。把目标拆开就会变成计划，目标拆得越细，计划就越细，就越能达成目标。计划加上行动就等于成功。那么我们如何去树立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呢？那么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呢，他把我们人类的需求呢分为5类，这是著名的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认为这5种需求呢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呢逐级递增，分别为我们有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就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生理上的需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如果这些得不到满足，我们的生存就成为了一种问题。当这种需要一旦被满足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成为激励的因素。那么我相信呢，在当下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我们人人都已经得到了满足。那么当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程度之后，其他的需要就变成了新的激励因素。那么第2个激励因素就是安全上的需要。那么什么叫安全上的需要呢？这是我们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的危险，避免职业病的这个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当这种需要一旦相对满足后，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很多人来从事这个生意从事这个事业，那么为什么有人喜欢我们健康的产品呢？其实健康就是一种安全的需求。我们在上次我们的课程中讲到，健康其实它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它不仅仅是机体上的，它还有心理上的，还有价值观上面的等等它指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生理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方面的良好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事业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这几种价值呢都可以被满足，所以说呢，很多的人呢就选择了我们这个事业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宝妈他们来选择我们这个事业。我们知道宝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宝妈在家里头照顾孩子，她远远的脱离了社会她担心呢我们被社会远远的甩开，没有了安全感。那么我们的中年人，很多的中年人其实也来选择这个事业，我们是叫中年危机的人群。当这些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突然有一天失业如果我们失业了，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家庭就会要付出一些不可承担的一些后果。所以说呢，我们为了我们财产的安全、财务的安全，所以说我们选择来副业和来创业。那么我们的年轻人现在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内卷和乌卡的时代很多的人呢，其实呢一毕业呢就失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社会上呢，有的人呢找不到工作，但是有的公司呢却招不到人。那么来到我们这个事业平台创业，发现可以满足他的这一要求，他不需要你有很高的学历，不看你是985还是211，也不看你的身高体重，更不管你来自于什么层次，你的年龄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管你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在这个事业平台上，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你都可以在这个事业平台上去充分的去展示你的才华。这就是我们的安全的需求。那么第3个需求其实就是感情上的需要。那么感情上的需要呢，包含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有爱，这种爱呢包含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也包含了我们家庭之内的这种爱。就像我前面刚才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梦想？我们为什么要紧迫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爱家人，我们爱父母，我们爱另一半，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说各位，我们要迫不及待、时不我待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这样才能让他们尽快的享受到我们成功之后带来的这种喜悦。那么第二个情感的需求呢，其实叫归属的需要这种归属感呢，是来自于一个群体的感情。那么这样讲呢，可能有些拗口。那么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一种营销方式，也是当下的一个巨大的趋势，叫做社群营销，或者叫圈层营销。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希望成为某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关心和照顾。所以说这个群体呢，它不仅有自己的社群，而且有强烈的身份的认同感。那么这个社交经济呢，就是推动新消费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力量。那么在我们的全球社交软件 Wemoment 上，我们也发现我们里头也有很多的牵绳。我们可以加入一个读书群，起来跟我们的读友们来交换我们读书后的心得。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营养厨房的圈子我们跟里边的营养达人一起去探讨如何吃的更营养更健康。或者说我们加入一个亲子的圈子，去跟妈妈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亲子心得，分享我们的育儿心得。那么第四个需要，当我们前面的需求被满足了，那我们第四个需要其实就是尊重的需要。那么尊重其实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自我尊重。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每个人的能力和成就都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那么我们的传统的我们的著作当中比如说《道德经》中讲到，胜人者有力而自胜者强。我们战胜别人固然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唯有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我们要自我尊重，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我们可以胜任，可以充满信心，能够独立自主这就是我们的人的自尊。那么第二个尊重是外部的尊重，我们希望有地位我们希望呢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事业平台上会见到很多的成功者，他们走上那个舞台，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排山倒海般的喝彩声和掌声。这种掌声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发现这种掌声是来自于我们台下的观众内心深处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衷心的一种祝福。这种尊重它不是来自于我们威力、威压、权力带来的那种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事业是一个助人达己的事业，我们这个事业是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我们想要在这个事业上成功，我们就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我们帮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受到的这种尊重就越来越多。终有一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在观看这段视频的我们所有的事业的伙伴，我们都可以去走上那个成功的舞台，去接受排山倒海般的喝彩和掌声。那么当我们自我尊重的需求被实现以后呢，就是我们最高级的一种需要，叫自我价值的需要。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在欧美一些国家有一个著名的球星，他加入了我们的直销事业有记者在采访他说，你一个很有名的球星，你一定很有钱，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呢？在我们普通人的眼中，他看起来更像推销。那么这位球星回答道，其实我加入这个事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告诉我，我一个人成功，我只是我一个人，但是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还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并没有实现财务的自由，他们甚至还很贫困。那么我想去帮助他们，那么加入这个事业呢，我就可以去帮他们，所以说我就加入了。我觉得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它是一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个人的能力达到最大的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我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我也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事业平台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公益为爱点赞，
我们可以让自己健康，我们也可以让家人健康，我们甚至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健康。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需要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物。在我们的市场实践中，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爱好、知识水平、经验、价值观各不相同，所以说呢，当我们去了解了这5大需求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朋友的心理特点，对症下药，去满足各类实际情况的需求。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5大需求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找到我们自己的梦想，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所以说，当你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梦想。如何去找到梦想最重要，如何去完成梦想也很重要，如何去发现你的梦想，以及如何去保护好自己的梦想，建立我们的理想与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为梦想奋斗了。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田氏事业平台的我们的所有的事业伙伴只要我们有梦想，只要我们有目标，剩下的其实就很简单，只要我们努力拼搏，最后我们就一定可以实现我们人生的理想，走上成功的巅峰。好，那么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